在岛国有这样一部推理神剧，从1994年开拍到2006年结束，它一直凭借着超高的口碑和收视率，霸占着日剧侦探片的巅峰宝座。甚至到现在，它仍然对岛国推理剧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力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影片开始。今天接着给大家带来古田任三郎第1季第9集超能力者杀人事件。眼前这位帅气的男子名叫黑田，他是某电视台灵能节目中的一位超能力表演者。这天他来到一条河流旁，眼看四下无人，便将一条红色的女士丝巾藏到了一个废弃的轮胎里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的身后突然走过来一个人，此人名叫中岛，是一位地痞流氓小混混。中岛走近一看，发现了他藏起来的丝巾，于是拿起来询问：“你一个大老爷们藏女人的丝巾干嘛？”黑田不做回答，一把抢过丝巾就想逃跑。随后两人发生了争执，拉扯期间，中岛还认出了黑田是电视名人的身份，于是变得更加的不依不饶。没办法，眼看中岛并不打算放过自己，黑田直接拿起身旁的一块石头，对准他的头狠狠地砸了下去。就这样，中岛饮恨西北。然而令人疑惑不解的是，黑田为什么要去藏那条红色丝巾呢？他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？处理完尸体后，黑田骑着摩托回到了他工作的地方。马上他的节目就要开拍，助理出门迎接，反复强调说这一次的拍摄是现场直播，让他要特别注意。此时迎面走来一位大妈，看过前几期的小伙伴们都知道，这两位大妈已经是老演员了，他们和古田一样，多少都沾了点死神的属性，走到哪就发生了命案。金泉是这个节目的忠实粉丝，趁着休息日，他拉着古田一起过来观看。与此同时，黑田在休息室里做起了广播体操，他在为接下来的表演做准备。转眼间，直播正式开始，主持人介绍说，今天的节目和往常的不一样，现场还来了一位特别嘉宾，福冈某大学的物理学教授金辅。他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用科学揭秘黑田的超能力。说完，黑田开始表演第一个超能力。他走到一个水龙头旁边，闭眼做法后，伸出自己的手指。下一秒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水流竟然跟着他的手指变换了方向。黑田反复做了几次后，假装用完超能力很虚弱的样子。主持人在一旁疯狂的吹捧，台下的观众们也都认为他拥有神力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大学教授起身揭秘，他让学生们推上来一台仪器，然后将手放在一颗圆球上，另一只手则缓缓地伸了过去。随后他和黑田一样，也改变了水流的方向。表演结束后，教授解释说，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静电原理，黑田就是利用静电影响了水流的变化，他并非拥有神力。说完，主持人发出了疑问，黑田刚才也没有用什么装置啊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教授表示，人的身体可以储藏10万到20万伏特的静电。黑田他穿着特制的服装道具，然后在上台前拼命的运动，让自己的身体储藏满静电，所以他能不使用装置就可以改变水流的方向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。说完，黑田没有辩驳，直接开始了第二个超能力表演——心灵感应。男人声称自己拥有神力，不仅能改变水流的方向，还能做到心灵感应洞察人心。主持人介绍说，为了保证表演的真实性，他们要在现场随机抽取一名幸运观众上台配合表演。刚说完，古田就怂恿金泉赶紧上台，可金泉表示观众太多了，他有点害羞不好意思上去。结果古田使了个阴招，说他的胳肢窝下面有脏东西。就这样，金泉被古田送了上去。好家伙，这古田也忒坏了，我们的金泉好惨啊。随后黑田的表演开始，他询问金泉最近是不是有工作上的烦恼。金泉表示是有一点。接着黑田继续问道，你的烦恼是不是因为你的领导？刚问完，金泉就狂眨眼睛，别说了，再说下去我的工作不保。随后黑田表示，金泉小的时候养过一只小动物，并且那只小动物最后还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。听完，金泉表示这也太准了吧，他小的时候的确养过一只青蛙，最后青蛙因为没水喝直接成为了一具干尸，到现在他仍然记得。金泉说完，黑田让他给青蛙道歉，并表示只要道完歉，工作上的烦恼就能得到解决。就这样，表演结束。教授解释说，这根本不叫心灵感应，而是心理学上的一种诱导性询问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烦恼，而男人的烦恼呢，不是工作就是爱情。在工作方面，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会和领导发生一点小问题，并且大部分人小的时候都养过一些小宠物，然而因为养得不好，那些小宠物们基本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。所以说，刚才黑田询问的那些，放在大部分人的身上都可以适用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心灵感应。说完，黑田坚称自己用的就是洞察人心的超能力。接下来他将表演最后一场透视寻人。主持人介绍说，最近失踪了一位年轻女士，至今仍未找到。现在黑田要用自己的超能力将那名失踪的女士找回来。表演正式开始，黑田闭着眼做法，表示自己看到了河流和快艇。接着他要来纸和笔画了这样一幅画，画中有一座大桥和一条河流。主持人说那座桥就在附近。随后电视台的拍摄人员拿着画赶去了那边，很快他们就找到了画上的地方。黑田说，他在河流旁边看到了一个黑色环状的东西，
工作人员根据他的描述找到了一个废弃的轮胎。接着黑田又表示，他看到轮胎里面有那名失踪女士的私人物品，好像是一块布，而且还是红颜色的。听完此话，场外的工作人员一同翻找，果然在轮胎里找到了那条红色丝巾。看到这一幕，金泉大声喊道：“太神了，他真的有超能力！”随后，工作人员拿着一幅画上台，主持人声称这是警方提供的失踪女士画像，上面显示失踪的那名女士正戴着红色丝巾。主持人刚说完，黑田又在假装演戏，表示在现场感应到了一起追逐事件，有女人的求救声和男人的呼吸声。一旁的教授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站起来对着黑田说：“别演了，掌声送给你。”说完，教授拿出一幅画像，表示自己利用警局的关系，委托他们帮了一个小忙。教授说，现在他手上的这一张才是失踪女士真正的画像，电视台的那张是假的。失踪的那位女士根本就没有戴红丝巾，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拆穿黑田和这个节目的骗局。眼看自己的真实面目即将被揭穿，黑田又倒在地上坐起了腰。他一边抽搐一边激动地说：“我看到大桥下有一具尸体，男人倒在地上，像鬼附身了一样。”他一边抽搐一边诡异地说道：“大桥下面有一具尸体，男性，20岁左右，一头卷发，大金链子脖上挂，绿色上衣黑色裤，还有一只衣服扣子不知在何处。”场外的工作人员听到他说的这些，赶紧跑到桥下查看。然而现场的教授看到这一幕，直接坐不住，站起身来对着他说：“你怎么演的好像是真的一样？你这演技不去当演员简直太可惜了。”刚说完，下一秒教授就被啪啪打脸。工作人员真的在桥下发现了一具男人的尸体，这可是在电视直播呀，节目效果直接拉满，连导演和台长都给整懵逼了。现场的观众们也开始重新相信黑田的超能力。随后画面一转，表演结束，金泉对着古田说：“我就说这世上有超能力吧，你还不信？刚才那一幕你看到了吗？太神奇了。”然而古田根本就不信这些，他表示，既然黑田可以用透视的超能力找到尸体，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接将凶手也一起找出来呢？那样不是更好吗？连死者的衣服扣子掉了一个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说他亲眼见过尸体也毫不为过，并且有极大的可能死者就是他杀害的。说完，古田来到转播室，反复观看着直播时的录像带，听到黑田对凶手如此详细的描述，再看看工作人员拍到的画面，突然古田发现了一个破绽。随后他返回舞台，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更换灯光的滤镜片，这才明白了所有真相。紧接着古田找到黑田，询问他是怎么看到的那一切，那些画面是从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吗？黑田说：“没错，就是你说的那样，和在梦境里一样。”说完，古田假装明白，随后从口袋里拿出几个勺子，让黑田表演一个用念力将勺子掰弯的超能力。没办法，黑田只好拿起勺子假装表演起来。谈话间，他趁古田不注意，将勺子按在地上折弯了过去。看到这一幕，古田丝毫不慌，回到座位后也展示了这个超能力。随后古田将他带回舞台，给他看了一下今天的直播回放。看到黑田对死者描述的这一段，古田询问：“这是你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吗？”男性，20岁左右，一头卷发，脖子上挂着金项链，绿色的上衣，黑色的裤子，衣服上还掉了一颗扣子，这些都是利用你所谓的心眼看到的吗？得到黑田的肯定回答后，古田开始播放尸体的画面。从上面来看，和你的描述基本一致，但是有一个点不一样，那就是死者上衣的颜色，它并不是绿色，而是蓝色。死者衣服的扣子掉了一个，这么细节的点你都能记得清清楚楚，为什么会把最显眼的衣服颜色却记错了呢？答案就在你的眼镜上，你的眼镜镜片是黄色，根据三原色的原理，黄色加上蓝色就会变成绿色，所以你才会把上衣的颜色说成是绿色。这就说明了你是戴着眼镜看见的死者，而不是用你所谓的心眼看到的。说完，黑田解释说，当时可能是因为自己太紧张，一不小心说错了，这根本不能代表什么。面对黑田的嘴硬，古田表示鉴定科马上就到，只要提取一下指纹就能立马确定凶手。说完，黑田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表示随便去提。古田说，你之所以不担心，是因为你当时戴着手套是吗？不要搞错了，我说的提取指纹不是提取你的，而是提取死者的，他可没有戴手套。你也说过死者和凶手曾经发生过争执，那么在凶手的身上一定会有很多死者的指纹和血迹。听完古田说的这些，黑田彻底傻眼了，最终他选择了无奈认罪。然而他还是坚称自己拥有超能力，趁此机会他决定向古田展示自己的真正实力。说完，他看向古田的头顶开始做法，下一秒一块巨大的舞台道具瞬间掉落下来，差一点就砸到了古田。然而就在古田感到震惊之时，头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下面的人没事吧？刚才手滑了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影片到此结束。本期视频中扮演犯人的男明星名叫石黑贤，记忆最深刻的是他在《回首又见他》里出演的石川大夫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出演过众多影视剧。你知道他还演过哪些影片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喜欢古田任三郎这部剧的，给小森点个赞吧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